选哪个行业发展，时间设定为半年。最后分别补了2张牌，看未来这2个行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金钱怎么样，但你最多也就看半年嘛。问卜者目前刚起步做拼多多店铺，原先是医疗行业行政人员，失业大半年在家研究电商，近半个月发广告推送，开始每日有几十单的发货，哇，那还可以啊。原单位叫他再回去上班，他觉得医疗行业不好做，也没啥发展，而电商才做半个月，不清楚发展怎么样，还没系统的估算退货率，因为拼多多好多退货的，有些连拆都没拆就退了，不到1个月无法统计收益。目前有房贷要还，回原公司领工资还能还房贷，死工资就那么多了。拼多多又还没足够的数据支撑他判断利益。左边是医疗行业，右边是拼多多，最后补的牌是看能够实质拿到多少。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同学好像今天也在，我就问一下，这2者是互斥的嘛？就他必定做2选1吗？有没有可能2者同时存在？当然这是解牌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同时存在这个可能性有吗？大家觉得不太行，是因为时间投入精力的问题，对吧？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精力不行 ，OK， 我猜应该也是精力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对，这组牌费心力给人打工的和对比好明显，水瓶是适合做电商，不确定这样现在是发散的海王星，是否是问卜者确实和不对？你问的是实际回报，你就解读的就是实际回报。你问实际回报，你解读说你适合做这个，这个就很像你今天吃什么，你说今天花真好看，能理解吗？你如果问实际回报，我们就只通过星星牌看它的实际回报怎么样，这就是替补牌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只能就是跟它适不适合没有关系，而是看星星牌能不能给它带来实际的回报，明白了吗？然后无法在开牌后立马有解牌情绪，用了1个多小时冥想才解开一点点，后面又较长时间优化才出了这个版本。如何在开牌的时候能够迅速解牌？迅速解牌就是迅速感知。这组牌我问你，他纠结要不要回去，还是要继续做电商？我就问你，你就下意识第一个感觉他做电商会做的怎么样？他做电商做的怎么样？你觉得他的感受上怎么样？大家觉得呢？不怎么样，卡壳，对，费力，是的。你只是需要在你下意识就感受到这个牌面的时候，你去找重复性验证的信息，比如说宝剑8是瓶颈，吊儿还是瓶颈，所以确实做电商不顺等等，你的思路很快就连贯了。你要不断的抠，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案例你能解读的方方面面，或者其实你有信心的原因。可是其实你乍眼看，你就是能看出来电商做的就是不容易，就是不顺心。所以其实这个牌在第一时间就有给你很直接的投射，告诉你左边虽然不咋地，但右边更差。你们想想是不是？就算不看这2个补牌，我们左边说都是逆位，你不管它太阳牌怎么样，左边是不咋地，但是右边更差，这个大家能看出来吗？能的扣个1。Yes， 这个就很重要。然后呢，我原先在讲2选1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讲过，2选1这个牌阵或者选择类的牌阵，它的重点在哪里？它的重点在选择，明白了吗？它的重点在选择谁，选择哪一个。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觉得，这2边的选择都不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比谁更差，或者谁哪个可能好一点点。因为2选1牌阵重的是选择，而不是重哪个东西对他来说是终生发展或者最适合他，不是的，是客观来说这2个选择哪个对他来说相对比较好，它是一个比较级。对，明白了吗？所以这组牌你要先拿到手，你想要快速所谓的新手快速，你要先知道哪个更差，那你就要知道它差在哪，然后这个好虽然没那么好，但它比那个差的好在哪，选择牌阵重对比，这是他的思路，懂了吗？如果你的思路放在了可是他回去也不好，那这个牌阵就没完没了的解读了。所以如果就是这是不能绕进去的。牌面缺土问工作的牌阵缺乏土元素，问卜者2年下没有物质世界链接，那分别解读为虽然但是更深跟意愿不大，右边电商短线，这个结合的很好。是的，缺乏土元素，一个呢没有长远发展，另外一个呢没有稳定。是的。牌面水元素较多，问工作牌阵水元素居多，问卜者考虑问题的角度大多从感性出发，性格里思维模式倾向于个人的情感判断，而非理性的判断。这个也对，这个也对，所以他现在的主观判断，他的感受判断，我觉得他还是有想要回去的啦。问卜者当前的状态是一种对某件事物有期待、美好憧憬，而这份憧憬并不是来自于公司的邀请，而是对于电商这个选择发展刚开始做就有订单，即使有很多突破，但是忽略不计，只是看到美好的一面，符合它水元素的思维模式。对应到牌阵里，左边的圣杯是从逆位，右边吊人，圣杯1是对应吊人的，啥意思？因为他们同属于海王星，数字1加吊人原本就代表海王星，代表双鱼座，问卜者正是双鱼男，绕了吧？圣杯1是对应吊人的，是因为你说数字1是海王星的能量是吗？你绕进去了。我们原先在讲是数字1的时候，不是直接用数字1对应吊人，我讲的是什么？我是说数字1这个数字的特性。所以我说13班我可能不讲这个知识点了。数字1这个数字的
特性，跟海王星的特性有关，就是也不是有关，是很像，或者说跟海王星这个特性有共同点。那你要去找的是它跟海王星的共同点，而不是把海王星作为一个连接。这种感觉就是小孩长得像妈妈啊，小孩也长得像奶奶，那妈妈就是奶奶，那它就不是妈妈对应奶奶，它不是这样的关系，能理解吗？而是说数字1，对，是能量相似，所以只是说，哎，它数字1跟海王星能量特点就是它都是发散的，都是扩散的，我们只能到这儿，你不能再把海王星跟吊人有关，所以你就把数字1当成吊人。小孩跟妈妈有点像，小孩跟奶奶有点像，但是妈妈是妈妈，奶奶是奶奶，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能理解吗？好，这个能听懂的扣个1。对，其实就是理解的一个能量和角度而已。不过这个知识点好像其他同学有一个同学也听不懂，所以我说后面可能我们就是有摘要。好，这是双鱼男，就这个部分能理解。对，然后呢这个部分就乱了，所以我说你绕进去了。但是你前面说的是对的，他当下其实就是感性因素，感性的判断。还有一个圣杯其实是有倾向的，因为它是感受型的。我就问你们，就这个牌来说，它倾向于做哪个事情？你们觉得从牌面上来看，它倾向于做哪件事情？它倾向于左边还是右边？上班，回公司吧。继续往下讲。好，然后左边代表的是原单位，太阳牌逆位加圣杯侍从逆位，没有听他讲都是电商好。太阳牌逆位加圣杯侍从逆位，牌面唯一的火元素，太阳代表狮子座。同时，太阳也代表数字6，和与合作活出真正的自我，人和人的关系不平衡的状态有关。如果想要回单位，那么他就要面对很多的压制，这是为了还房贷，很多的压制，自己的力量无法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需要顺从和妥协。对的，数字讲的很好。同时自己也没有精力去应付很多繁杂的局面，做好细微的工作，会处于一种火元素失衡的状态，焦虑疲惫当中。同时未来会有一张圣杯侍从逆位，结合数字6中团队合作，问卜者在原单位人际关系处理的并不是特别好，也许能力不是特别被认可关注，不太懂人情世故，心智不成熟。那么这个邀约问卜者可能会错过。我倒不是觉得，就前面其实解的都很对，都很好。圣杯侍从逆位倒不一定是错过，因为这就好比说，我就问你啊，他当下听完你的占卜，马上接住了，说他要回原公司，我就问你，那这算错过还是没错过？那没错过算不算翻车呢？这个翻车，对，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你的解读角度出问题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在看到圣杯侍从逆位，说消息上是逆位，所以未来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但是错不错过是人为可以选择的，相当于说你用牌面去否定他可以自己掌控的东西了。我就问你，他听完你的牌马上回原公司了，那你不就立刻原地翻车了？所以这个解读不是的，大家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吗？因为会不会错过这件事情不是卜测出来的，而是他可以自由做选择的，明白吗？对。我们会去卜测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它不能被选择的，我们去看事件发展的。对，推后马上说会是的，所以你就是原地翻车，但本质上其实你的意思是没有表达错的。我跟你讲，你前面讲的都非常的好，是这一句你的解读角度出错了。你不能通过未来一张牌去判断你会错过什么什么东西，但它错不错过是能被人为改变的。是的，那你其实前面解读的非常好。然后回到我为什么说我觉得他会回到，还记得吗？我刚刚指的是这边，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人他的主观感受上，他就是害怕吃苦的，他没有那么大负担。是的，所以他主观倾向上，我觉得他是会回去的，而且我也会直接告诉他，你回去比你做电商轻松。圣杯1是我觉得他的心力承受不住电商那么苦。右边的电商牌，当下就是一种受困的状态，有前景已经，其实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同学的解读的基本功非常之扎实，你不是在罗列，所以扎实的基本功，所以说你前面的学习没有白费。信息过载让他无法筛选出客户理性的有用的消息，而且他跟牌面的结合其实还不错。困在原地看不清，局面不明朗，有问卜者的自己想法认知的混乱牌面，风元素应该因为圣杯1我们下来讲应该是理性的分析，但信息过载混乱更加没有把握，反馈自己电商商品跟别人比又被中间商赚差价，很有可能等等，只是觉得那想办法拿货，并没有具体掌握确定的方案。是的，符合吊人牌，同时未来是一张吊人，海王星发散的感觉，没有从现实层面上纯粹的情感驱动，在审视电商。未来是受困的吊人，问卜者觉得短暂的受困沉淀美化了过程。是的，没有这个能量存在。是的，所以呢，但是这是你在分析它的等等，所以到目前为止，就算你不补牌，我们要先给出来一个结论。你要补牌是因为你没有通过这5张牌给结论，所以这5张牌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
虽然这左边他人际处理不好，怎么样，右边他怎么样，所以到目前为止结论是什么？这就是你把一组对比牌当成工作牌去讲了。所以其实你的解读没有对，只是在这里其他的牌面本身的解读没有错，是牌阵的解读。到目前为止，所以这两个选择怎么样，你没有给结论，明白了吗？你用的是对比牌阵，你就要给出一个对比的结论来。你到目前为止讲完了5张牌，你都没有一个结论，你的结论是什么？就这组对比2选1，选哪个？明白了吗？你只是把2个对比当成2个工作发展去看了，发展完你要给人家做对比啊。所以其实这组牌远不需要再补牌的。所以这2组牌大家想想，结论是什么？为什么要回去？你得把原因告诉人家呀。左边是的，你要告诉他。你的结论就是建议回左边，因为左边更轻松更可控，虽然说回去也等等怎么样，但是对比右边的受困受束缚和压力大等等，我觉得左边更轻松。到目前为止结论就清晰了。所以2选1牌阵最重要的在于对比，在于选择，在于比较，明白了吗？是的，它只是让你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但是你有钱。解读前是不是可以问一下我们主要参考标准是什么？我觉得参考标准是在牌面上能看到的，它的背景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能把人家参考标准问出来了，人家就不需要看牌了。比如说哈，拿我跟另外一个老师对比，你问参考标准是什么？参考标准是性价比，性价比选前低的那个就好了。参考标准一旦清晰，可能都不需要塔罗了。补牌看这2个工作实际到手的情况，因为问卜者有还房贷的压力，实打实的金钱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那说句实话，你都到这儿了，其实就很明显都不需要补牌。你真正能实打实拿到钱的，稳定拿到钱的还房贷的，就是只有左边，明白了吗？但是你忽略了它的过程是宝剑8和吊人，相当于说他要用右边还房贷，他可能是中间断几个月他才还得上。问卜者全是停留在思维层面，发展的对，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总的来说，从客观角度来说，就是往左边走。好，这个案例大家听懂了吗？关于选择牌阵的解读维度。然后刚刚那个同学问说，怎么看出来他不太能吃苦？因为右边对他来说实在太苦了。他当下的感受呢，又是一个像你说的水元素，是一个想要轻松的。然后刚说，哎呀，自由职业那肯定选右边了。我问你啊，这牌自由吗？想要自由，这牌自由吗？完全的受困不自由的呀。怎么会有人觉得创业是自由的事情哦？是的，圣杯1的心力是不够支撑右边这么他当下的状态和他想要的东西是不够他走电商这么辛苦的一件事情的，因为右边这2张牌太难受了。但圣杯1跟这2张牌是不断层的，大家想想是不是？明白了吗？好，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过。我觉得他倾向左边，我觉得他的潜意识有倾向左边，虽然他说右边都不怎么好。好，还有什么问题吗？